Hello，同学们好！这节课呢，我们一起来画一幅条幅的作品啊，就是这个图片中右边这一幅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一个盘子，然后盘子里面呢挤上一些白粉，加上一些清水，把它搅均匀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加一个颜色，加一个底色，加这个三氯钛白清水。均匀的调和成牛奶状就可以。调的时候呢，多搅一搅，因为这个是矿物质颜料，多少还是有一点沉淀物，所以呢，要调的比较细腻一点。不要太厚了啊。这个水25毫升，白粉呢2个黄豆那么大，然后呢三氯1个绿豆那么大就够了。然后再搅一搅就可以。这是第一步，底色。那么调这个底色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底色调了之后，我们这个笔就不开叉了啊。第二个是白粉和其他颜色调和的时候呢，颜色更漂亮一点，更柔和一点吧，能呈现出一个渐变色。先把三青调均匀啊。你看我们是用三青调的蒙紫啊，三青调蒙紫，调均匀啊，调均匀。三青调全部调到笔根部。第二个颜色是这个蒙紫色，蒙紫色呢，能调到这个笔肚的1/2的地方。这两个颜色要充分的融合，调的时候呢，仔细一点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紫色拉一点出来，调到这个笔的1/2，必须要调均匀。如果不均匀，这两个颜色画出来，这个颜色要么就有点偏蓝，又有点偏紫，两个色不均匀，所以必须把两个色调均匀，然后再调这个曙红或者调牡丹红都可以。我们调的是牡丹红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加一点紫或者加一点三青，我们画出来这个颜色就会变得非常漂亮。它有一点点紫色，又有一点红色，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调色相当重要啊。要想调出那种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
花头，那么调色就是重中之重啊。那我们最后笔尖可以调一点这个曙红，那深的地方我们会笔尖再调胭脂。像我们画花瓣的时候还没有用得到，因为我们开始画肯定是画的这个反瓣暂时用不到，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把颜色调均匀，然后再来画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先在纸上确定我们花头的大小和位置，像这个是条幅的，所以呢我们画的时候避开正中间，要么就靠上一点，要么就靠下一点，然后花头的姿态你是可以往右倾斜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啊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的时候用这个5公分长的那个尖毫毛笔，一定是尖毫啊，尖毫这个吸水比较多，这个笔尖长一点，画的时候瓣可以画的舒展仔细。先第一笔从左往右推，再补上一笔，这一笔就是画一个定位花瓣。通常来说呢，3笔一个瓣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左边再补上一个小的，那这个花瓣画出来是呈渐变色，由深到浅。那这个定位花瓣还是比较大的，然后如果不知道花头该画多大，我们就在纸上确定一下位置。那么左边的花瓣可以往左上方走，那么这个侧瓣就是决定花头的大和小。要想花头画大一点，那这个侧瓣呢就往左右两边延伸长一点，如果想要缩小就往上走。所以呢我们画的时候注意。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切瓣，像这一笔呢是沿着外围花瓣的这个姿态去切的，再画第二层的侧瓣。那么右边这个侧瓣呢也是啊，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捻动笔杆子，画的这个花瓣呢会有一点肚子有一点鼓鼓的，有一点立体感，我们可以下面再加一层。好，再加一层。那这个先要怎么样给它包起来包起来，然后再调一些颜色。你看现在调色的时候就比较自由了，你可以大块面积的调色，调这个牡丹红，因为牡丹红颜色不是很深，我们只需要调一点点，那么我们这个花瓣画出来的颜色会有非常透亮啊，透明感很好，所以就是用这个颜色调出来的。我们可以每次调色的时候把它记住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看一下，我们是继续包呢还是继续画反瓣？得的啊很好玩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空白这块是个缺口，空着留着，等会儿画正瓣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反瓣这个块就是把它相当于一个碗给它包起来啊。好，往里走，这个叫切瓣啊，切瓣笔尖要尖，如果笔尖不尖呢，你要回去修理它啊，修的尖的啊。好，这个地方空白的可以填补一下。这是这一层哈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花头要扩大，怎么样扩大呢？加，你看这个是侧瓣啊，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侧瓣，继续往外加。
好，这边呢再画大花瓣啊。盘子碍我事儿了。这个纸特别好，它不阴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颜色还特别鲜艳，画上去是什么颜色呢？哎，它就是什么颜色啊？继续调一点颜色，你看这个小空白的地方，笔尖稍稍的加一点这个曙红就可以啊，把这个小缝隙给它填补一下，填的是正斑。然后我们把它慢慢的把细节处理完，包起来啊。那这边空缺的这一块地方呢，我们是留着画这个正斑的啊。继续补充一些颜色，我们把剩下的正斑补一补。补正斑的时候，笔尖是要加深色的，加一点点这个曙红，加一点点胭脂。那我们画这一笔要把它当成一个面来画。我们经常有的同学这个笔尖深色调的太多了，这一画就成一条线了，而是我们笔尖上一点点颜色就可以画出来。这个正斑呢要成一个面，就是斑都是成面的啊。哪怕一个很小的斑，你看这个斑很小，我们从这是切出来的，也是把它看成一个面。那这个呢，反面正面都要分清楚。颜色呢逐渐往里，内层颜色逐渐加深。那如果上面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碗，一个碗呢你可以把它画成有开口的，不开口的就成花苞了。那你可以把这个花心堵上，用花瓣一层一层往里切。你也可以呢留着花心，等会儿画这个花蕊都可以。那这一笔你看画正斑的时候，当你不知道好不好看，不确定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用手啊，像我一样先给它框一框。那现在补充颜色，补的时候还是要依次来调。三青哈、蒙紫、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，我们是用这几个颜色。当你胭脂现在用不到的时候，咱可以先不用调，用得到的时候再调。我们现在是调这个曙红啊，曙红调，把外面的这个大瓣切出来。我不是切，我是用的滚笔啊，因为我画左边的花瓣我一般不太顺手，所以我一般用滚笔。滚的时候呢，先滚外面的，再滚里边的，这样层次感就出来了。这一滚一下就滚了两个层次。那这个斑往后面我们颜色可以浅一点，虚一点，所以我后面这些斑呢会画的比较淡一点啊。你看我全是用的滚笔，因为不顺手。外层啊，外层还是要继续加斑。你看这个笔尖是稍稍的啊，加一点点深色。我们把这个
填上，加重一点颜色，给它再填充一下啊。你看，就有点像这个肌理的感觉。那这个就是要用好的纸才能实现这种啊，要是一般的纸实现不了。一般的纸这个吸色吸的太差了，画上去颜色不鲜艳。这个纸画上去颜色老鲜艳了，它就是达到水走木流的这种感觉。那这些呢，你看这些是反半，这些是正半，这个呢是反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给它包起来啊，包起来。笔尖呢蘸这个三青、蒙紫，然后呢曙红，这几个都要蘸一蘸啊。曙红，笔尖呢再调胭脂啊，笔尖再调胭脂啊。好，多调一会儿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画正半啊。好，一个大半扫过来，那切一点啊，笔尖要老尖的，你看切一点。那等会儿你在里面扫一个半的时候呢，它就好看一点啊。好，继续加胭脂，笔尖加胭脂。好，我们这个呢加大啊，先把它画出来啊。哎呀，这个纸效果太好，太好，非常好。这边呢再来一个啊，你看我把中间的空白的先留着，我就是怕我要先画里面我
么好的笔画不出这么好的画，这么好的纸浪费，你是不可能让它浪费的。你会画的每一笔很用心，很用脑的。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吝啬用好的东西啊，好的东西它必定是珍贵的，所以用起来是不是把它珍惜一点呢？是不是？你用差的东西，你自己就是对付对付。我是深有这种感觉，我用不好的纸画画，我感觉，哎，画不好无所谓，但是用好的纸画画，我真的会动起精神来画的。好，下面再来一个啊，有太白水啊，下面加一个大的啊，加大的这个颜色再加深一点啊。我们用的是胭脂啊，胭脂要和这个红色多调一会儿啊，要是不调，你画的颜色呢，万一不喜欢怎么办？这来一个大的啊，看这个笔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顺滑，丝滑，特别丝滑，还是这个纸也特别给力。我最近运气特别好，碰到好的纸、好的笔、好的人，运气特别好。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，但对我来说，哎呀，真的太喜欢了。啊，这个花朵你看，慢慢的这个形就调好了，对吧？你刚开始看呢，干了边会往上翘，不翘的啊，不翘的。这个纸厚呀，家人们，这个纸厚啊，这个形就这样出来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再调整一下啊。你们觉得这里还要加吗？好像不用加多少东西了啊。然后这里呢，你看啊，少一笔，找个反半出来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反，这边是正的啊。然后中间的地方哈，中间的地方加胭脂啊，直接拿另外一支笔啊。我们一套不是有好多支吗？画花头的，有大中小嘛。那这一支呢是这个胭脂，这个是4.5公分长的这支啊，直接调胭脂。然后把花心画出来啊，看我们这个花头好不好看？这个花头蛮大的啊，20多公分吧。好，我们先用它切花心啊。好，继续来。花心就这样切好了啊。然后这是下面一朵啊，下面这一朵，上面呢还要有一朵啊，上面还要一朵，画个什么颜色呢？上面可以画个黄色吧。你们是不是看到黄色都得跑了？其实黄色也好看。在下面我们可以，下面可以再来一个，下面稍等，下面可以再来一个。下面再来一个，下面哈，从这里出枝，这里可以来一个小的啊，来个小的，来个大红色吧，好不好？或者就来这个颜色吧，粉色，先调玫瑰红。玫瑰红全部调上，要大胆的用色哈，不要怕浪费了。你看看，那这一笔把颜色全部吸走了，所以这个笔特别好，家人们，就是
它调色能吸很多颜色，我们就能画好多笔啊。调这个红色调的深一点啊，这个颜色比较深，我们的是玫瑰红，调完了调曙红，笔尖再调一点胭脂，因为这朵花呢，要在这个花的后面，所以我们颜色应该是重一点点啊，或者是在它下面都可以。下面画一个红色花头，我们先第一笔画定位花瓣。画这个花头的时候，我们得注意啊，我们的角度问题啊，就是不要这个角度串心了，我们可以偏一点啊，偏一点，我们可以往这个花头呢角度我们可以往下偏，所以定位花瓣就应该是往下走了，右下走，也不能直接下来，直接下来感觉别扭，稍微有一点方向感比较好。那定位花瓣画出来，我们现在就画侧瓣，你看左边一笔右边一笔，这就跟之前跟大家讲这个花苞的画法是一样的啊。这个侧瓣呢就是为了定出这个花头的这个大小啊。如果想花头变大，你这个侧瓣呢往两边无限延伸，变小呢往下走，让它包起来，这个口就越包就越小了。再来一笔啊，这个要慢一点，这个属于这个侧瓣啊，侧瓣开始包起来了。那这个缺口你可以用正的包，反的包都可以。如果想要层次多，你就在此基础上呢再加个反瓣，像这一笔左边这一笔啊，外面可以加反瓣，里面呢可以再切一层出来。就是我们画这个花的过程中呢，灵活度挺高的，就是这个原理你搞明白了，你画的时候有好多种方式。里面继续切的时候，笔尖加深一点颜色，沿着外围的这个花瓣这个弧度去切啊。那我们运笔的时候呢，尽量的啊慢一点，我画的也比较慢，就是让大家呢能学得清楚一些吧。这个属于一个小花苞啊，一个小花苞，就边缘线要清晰啊。画这个里面的花瓣，一层一层往里切，切的时候慢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加一笔正瓣颜色加一点胭脂，我笔尖上一点点啊，这一块画的要是一个面，不要一个线出来。后面这些空白的地方我们加正瓣就可以，就是每一次笔尖都是需要加一点点的胭脂，如果你的胭脂加少了，这个就出不来那个效果，所以每次把颜色调到位，这个很重要。笔尖就5毫米的地方调一调啊，然后把其他的这个花心留最后吧，最后这个笔估计得洗一下，现在颜色不是很深。先画这个正瓣这就推哈，你看从上面下面都要有，就是推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这个花瓣的造型哦，因为这个花苞也是要讲究造型的。我们一般画花头，你看外面留6个缺口，那花苞呢也是可以的啊，就是尽量的咱有缺口的时候咱尽量留，但是花苞是可以圆的啊，花头尽量留缺口。像画花苞也是这个瓣呢总是一个面来画的，先画外面的再画里面的，就是你外面画的时候呢注意它的造型就可以，尽量的凸出来凹进去，凸出来凹进去，你要看你的前后的花瓣是凸出去的还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就可以观察啊，咱这个瓣是大还是小呢，这个是要看的，不是随便乱画，随便乱画我们就没有规律了。这个地方我们
颜色啊，看看用哪一个，多调一点这个胭脂吧，颜色加重一点。把花心先切出来，始终是这个曙红啊，曙红调胭脂的，因为这朵花是比较红的颜色。那切花心的时候，沿着外围的这个花瓣的边缘线去切啊，切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水分不能太大，笔尖呢尽量尖一点，颜色呢深一点就可以，像这样就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再把外围的花瓣加一加，外围这个花头记住啊，不能太大啊，不能太大，这属于一个花苞。一般你要画2朵花，也要有区分，一朵深一朵浅，然后颜色上有区分，形状上有大小，色性上呢要，如果是一整幅画，你可以同色系列，这个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，我希望大家记住啊，大小有区分，形状有区分，色性有区分。你不能一个红的这边来一个绿的，对吧？这2个颜色就有点太生硬。你红色系列的，你比如说这个粉的和这个红的，它俩就挺搭的，就没有感觉，跨度很大。那这一笔我们是下面这个正瓣啊，你看这个之前那个瓣有点颜色有点浅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修一修，把它那个立体感给修出来。后面也要加一笔。那这个大瓣一般就是最后画，就是要调整这个整个花型的。所以呢，前面啊你可以敞开的画，自由发挥。收拾的环节一定要细心谨慎，该画的画，不该画的不画。不管怎样，就是体现出这个花头的美就可以。我们可以，那这个瓣你看，就是前后关系的时候，很明显，这个浅色花瓣压着这个红色花瓣，那说明什么？红色花瓣在后面，浅色花瓣在前面。所以主花就是这个粉色这个一定要画的仔细，要大一点啊。一般呢，面积要多一点。所以你在画一个作品的时候，要分清楚哪个是你的主花，哪个是次花，要分清楚，不能2个一样大，位置一样，2个就争相夺目了，就不分主次。这个基本上就好了啊。那这个边上这个三角形呢，也得补一笔，不补到时候画叶子很难看的，到时候会很麻烦。那这补一笔呢，补正瓣补一个小反瓣都可以，一般是要把它堵上的。如果不堵，等会儿画叶子的话，可以实验一下，好不好看吧？我先不堵了，我一般会堵的，但我今天不堵，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画画最后这个角落里是否麻烦。好，我们后面呢还是要画一朵，看看后面一朵画哪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先用手框一框啊，框一框。那你看这个3朵是不是方向都稍微有点转变，对吧？一朵往右上，一朵呢右下，然后再来一朵往上面走。那这3朵呢就姿态就确定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确定画什么颜色。那这一朵你可以画暖色调的都可以，比如说黄色呀，深红色呀，粉紫色呀，粉色呀。看这儿啊，我们现在呢调藤黄哈，蓝色不敢画，蓝色跟这个相差太大了，跟这个红色有点争相斗艳的意思。我们画个黄色吧，画个黄色啊，藤黄加鹅黄，藤黄加鹅黄，藤黄加鹅黄，
然后呢，再加点珠标或者赭石哈，加点珠标，赭石放这儿吧，加点赭石，再加点珠标，这个是珠标啊，加一点珠标放这儿吧。蓝紫还能有蓝紫，又蓝又紫。我们画个黄色，画个黄色也好看。我们先调点白粉水啊，调藤黄。对，三青和玫瑰红可以的。我们先调藤黄哈，先调一调藤黄。藤黄，好，调均匀哈，满笔都调啊。蓝色跟红色有点各顾各的，两个人颜色太孤立了。黄色还可以，黄色因为红色代表的是热情如火，黄色呢高贵典雅也热情。蓝色呢冷酷，高雅，跟这个颜色有点隔阂，有点不是很搭吧。你可以那个有太白，太白水里面有太白，太白水里有太白。藤黄调完了，调这个鹅黄哈。藤黄调完了，调鹅黄。我鹅黄啊，鹅黄调完了呢。我们可以加一点珠标哈，再调一点珠标，珠标不要太多，笔尖一点点。接着调赭石，赭石和珠标调一下，好，调均匀哈。赭石珠标调均匀，你看我现在水看起来挺多的，但是画上去并不多啊。我们在这里画一个黄色啊。在这里，好，在这里画一个，我们稍微往右边偏一点吧。我们在这里画个黄色啊，好，往这边走。现在也是画定位画板啊。哎呀，还行。你们看这个黄色怎么样？还行不？再回来调点赭石啊，往这边走。画侧板啊，这是侧板。你们今天不会跑吧？我记得我昨天还是前天画黄色，你们觉得这个太难了，都跑了。那天我画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觉得难的？你们是愿意看这种简单的啊？好，我们。
今天不害怕了吧？所以这个功夫呢，是一天一天的加深的。那这个颜色呢，也是慢慢的。主要是昨天是纸不行哈，其实画法昨天那个其实比这个美多了。昨天那个复杂，画的层次丰富，有看头。好，这边呢再加一点啊，再加一点清水哈。我们现在只用的是清水，调藤黄，调鹅黄，调猪标，赭石，胭脂，然后呢，这里再加一个瓣啊，加一个大瓣。你看啊，滚笔出来，一笔带成，然后里面空白的地方再去填啊，填一层出来。好，一层，把空白的地方呢修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啊。不用太白，我就是第一笔这2笔加了太白，后面再也没有加，因为加太白它明度就降低了，就变得粉里粉气的。你们画过的同学应该知道，会变粉气。这边呢再加啊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3绿进来。为什么要加3绿呢？加一点3绿啊，这个地方加一点3绿进来，因为它有环境色的影响。我就笔肚儿可以加一点3绿，然后蹭成绿色。哎，现在就蹭成绿色了啊！冲成绿色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调我们的鹅黄哈，这是鹅黄。这个黄色一定要慢慢调，把它调均匀。藤黄调满整个笔肚啊，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颜色，也是这个颜色中浅的颜色，所以呢，它要调均匀，多调一点。然后第2个颜色是鹅黄调1/2，这就是色阶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鹅黄有一半和刚才这个藤黄是重叠的，所以它俩颜色才有这个色阶出来，就是一个比一个深嘛。浅色是鹅黄嘛，浅色是藤黄啊。然后逐渐的加深，现在调的这个是这个赭石啊，调一点猪标，最后还要调一点点的胭脂，让它有一点点偏红。因为它这个赭石本身生不下来，所以要加一点赭石的。你看这个加了一点绿色，你看色径上就有变化了，所以不怕调色哈，家人们，只要你这个颜色跳跃性不是太大，你画上去总是好看的。很多现在同学不调色不愿意调不好，并不是他调不好，是他不愿意好好调，觉得好像这样也行，那样也行。你用洗笔水脏色能调出啥呢？是不是？每次呢把盘子洗的锃亮的啊，颜色呢新鲜的调出来，就感觉想要能吃的欲望有在里边啊，要达到这种地步啊。一个事情只有热爱才能长久。好，这个地方就处理完了啊，然后往这边再处理一下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可以加一个反瓣。你看加反瓣，你看怎么加哈？糊过来，哎，这就可以了啊。细节啊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画啊。这个往外一点啊，往外一点，还是要调颜色啊。这个笔肚儿还是要蹭一点绿色，蹭一点，然后把它揉碎啊，然后再调这个赭石哈。这一步我就没有要猪标了，因为猪标颜色亮，我用赭石加胭脂。
调深一点。好，画这个啊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切一层啊，还可以切一层出来，这个就丰富一点了。然后呢，再来一笔，好，怎么回事？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再来一笔啊，推，往上推。紫色怎么调？哎，你用三青加玫瑰红试试，你试一试，能调出来啊，而且是特别漂亮的这个浅紫啊。看这个笔特别好用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笔好不好用？你看我画这个细节地方，它那个尖能尖起来，那就很厉害了啊。紫色盖上的东西拿开，有没有人想吃的？因为我老是把盆儿放上，怕那个盆儿把它搞脏了。那我看看，放上面啊，放上面，这样行吗，家人们？要尖的，你看我这个细节完全靠尖儿，没有这个尖儿，这个处理不好。画这个花头呢，就是颜色要变化多一点，多调一点颜色，因为这个黄色这个立体感要表现出来，你后面这个正版的颜色，笔尖可以调赭石加胭脂多调一下，然后要注意它的这个花型呢，因为这一层就是调整花型的。我们笔肚是调了一点这个三绿进去了，因为它有环境色。什么叫环境色？就是这个花瓣受周围颜色的影响，然后颜色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。那这个变化不是本身呢，是光线通过光线照射上去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表现呢，就是可以把颜色丰富起来，调一点三绿就好。那这个是正版，正版画的时候我们注意啊，花型是，你看一个凸出来，一个凹进去，一个凸出来，一个凹进去，这样才好看啊。我们教虽然是一个圆，但是远看是一个圆，近看呢，近看把它看成风火轮啊。这我感觉是这样的啊。就是咱画的时候啊，就是能注意到这些细节的，咱就多注意一下，因为你画花头终归是要画出这个与众不同的，画出非常漂亮的，所以调色就尤为重要啊。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调白粉，我们有的同学直接加白粉，直接粉去了。这个时候没有水了，就笔尖稍稍的沾一点清水啊，沾一点清水，然后你依次去按照色阶去调，然后就是笔尖上可以加一点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嘛。其实调色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很多同学在这一步上卡住了，你就按照顺序调，深的地方笔尖加深的呗，有环境色加环境色，如果深不下去加点胭脂。那这一笔你看就是滚笔啊，连滚带推的，连滚带推的，因为左边很多同学跟我一样有点不顺手，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呢滚推滚推，先推外面大的哈，然后中间小的咱再回去补一笔啊，就先抓花型比抓细节重要啊，这些细节咱后面画它也跑不了。然后这个花型这个样子就差不多，你看啊，前面红花是大的啊，这个粉花是最大的，然后这个黄色呢不宜太大，它必须比它小一点啊，比它小一点，颜色上我们是有区分，然后形状大小是有区分，对吧？所以画花画一幅整幅作品，我们要注意的东西还挺多的。除了注意调色，也要注意啊前后关系啊，然后主次关系，这就是画画非常重要的要点啊。我希望家人们呢把它记住啊，以后当你画画的时候啊，你就能想起老师说的话，就三个啊，一主次关系，第二呢这个颜色同色系，第三个是构图，
就不要成一条线，你可以成三角形，有聚有散，